有缘人，今天和你聊聊永不生病的10条铁律。听过弘一法师吗？俗名李叔同，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先驱之一。后来他出家，成了让人敬仰的弘一法师。他认为大多数病其实是心病，是内心的不和谐、不平静导致的。现代医学也发现，情绪失控会直接影响健康，所以要不生病，就是要找到内心的和谐。古代的医者很多其实也是修行人，他们说人体是个小宇宙，当内心不平衡，就像车子的警报灯亮了，身体会用各种症状来提醒你，比如喜会伤心，恐会伤肾，忧会伤脾，怒会伤肝，悲会伤肺。这些情绪失控，内外都会出问题。所以内心和谐就是学会稳定情绪，与自己、与世界好好相处。不管生活遇到什么人、什么事，都保持心平气和。《黄帝内经》说得好，恬淡虚无，病从何来？记住弘一法师的忠告，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人生怎么过，全看你的心境。想要少生病，甚至不生病，就要提升自己的内心层次。法师将人生分成5个层级，层级越高，越健康，越少病。第1层，被欲望牵着走。这层级的人被物质牵绊，分不清对错，为名利财富耗尽心力，到头来一无所获。这是多数人停留的层次。第2层，开始醒悟。这类人虽然还有追求，但已经开始反思欲望，开始节制，有了一些觉悟，能量也稍微提升。第3层，随缘放下。这些人懂得舍弃不必要的东西，不再被物质所控制，开始把重心放在自己的内在修行，身心逐渐和谐。第4层，彻底放下，完全觉醒，不再执着于外物，情绪稳定，懂得调节身心，实现真正的内外合一。这一层已经非常少见。第5层，空灵境界。达到这一层的人，心如止水，情绪完全自控，充满慈悲与爱，安乐自在，真正做到无我利他。如何提升自己的层次？向内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看看自己能不能放下欲望与执着，能不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人生的无常。当你做到不纠结、不内耗，生命就会变得丰盛、喜悦，内心平和，身体自然健康。下面我与大家分享一些来自著名院士和名医的养生秘诀，这些都是经过多年实践和研究的智慧结晶。如果你想保持健康，远离疾病，请记住这些不生病的10条铁律。第1条，不生气，远离疾病。不生气就不生病，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郝万山50年医学经验的总结。郝教授指出，情绪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影响。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发现，90%的疾病与精神压力有关，
郝教授也强调，情绪不稳定会加剧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当我们心情焦虑、愤怒或过度抱怨时，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抑制，长期下去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黄帝内经》中也有记载，百病生于气也，意思是很多疾病源自于情绪的波动。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控制情绪，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情绪的俘虏。保持冷静、积极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许多不必要的疾病。第2条，不熬夜，保持良好的作息。熬夜，尤其是长期熬夜，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上海市中医医院神志病科主任医师许良指出，熬夜不仅会损害皮肤，还会影响身体的免疫力。熬夜会使皮肤得不到足够的修复，进而引发肤色暗沉、长痘等问题。而在晚上，皮肤的毛细血管循环加速，新陈代谢也更为旺盛，这正是皮肤自我修复的最佳时机。此外，熬夜还会导致营养不均衡，影响食欲，从而诱发肥胖等多种健康问题。研究表明，最佳的睡眠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至10点上床，并保持7至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良好的作息有助于保持身体的自然平衡，提高免疫力，防止疾病的发生。第3条，不乱吃，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饮食习惯的好坏，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复旦大学的女博士于娟曾经因为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而罹患癌症，并且在她的博客中深刻反思，将自己的一些不当饮食习惯作为患病原因之一。她坦诚自己经常在餐桌上不加选择地尝试各种食物，甚至食用一些不应该食用的珍稀动物，如孔雀、海鸥、鲸鱼等。然而，他深知这些不该吃的食物不仅对健康有害，还可能破坏生态平衡。我们的祖先经过长时间的智慧沉淀，筛选出了最适合我们的食物。这些食材经过漫长的岁月考验，才被选为人类日常的食物来源。这也告诉我们，健康的饮食应该遵循自然的法则，选择经过时间检验的食材，而不是追求一时的口腹之欲。第4条，不能不动，保持运动习惯。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曾在一场讲座中深刻指出，现代社会中有一种普遍存在但却常被忽视的生活潜规则：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能坐车的绝不走路，宁愿排长队等电梯，也不愿意爬楼梯。这种习惯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遵循的行为模式。然而，这种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长期缺乏运动会使得身体的各项机能退化，内脏功能减弱，免疫力下降，甚至导致各种慢性病的出现。正如王敏清所说，动物不动就得死，动才能活得长久。这句话简单直白，却揭示了运动对于生命的重要性。运动能促使身体的各个系统保持良好的运作，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过程。王敏清本人在78岁时仍然能够爬楼梯，
去看望住在22楼的老师，并且不使用电梯。他做家务时动作麻利，身体灵活，这些都印证了运动对健康的巨大作用。更令人佩服的是，王敏清在10多年来的体检报告中，各项指标几乎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这正是坚持运动的最好证明。持续活动比单纯依赖饮食控制更能有效保护身体机能，并保持长期的健康。在如今这个物质丰富、生活便利的时代，我们很容易陷入贪图享受、缺乏运动的陷阱。选择舒适的生活方式固然方便，但忽略了身体对运动的需求。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必须主动打破这种惰性，积极参与运动，这样才能真正享有长久的健康和活力。第5条，不较真，放松心态。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玉民在30年的临床实践中注意到，城市中有一部分人群特别容易罹患癌症，这些人包括财务会计、审计、人事统计等职业女性以及中小学老师。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是需要非常认真、细心的工作态度，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完美，不能有任何差错。然而，过度的完美主义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在生活中无形地增加了这些人的精神压力，长期的精神紧绷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最终可能对健康造成极大危害，甚至是癌症的隐患。虽然追求完美本身可以促使我们不断进步，实现目标，但过度执着于完美，对细节的过度要求，往往会让自己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影响身体健康。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工作，还来自日常生活中对不完美的无休止苛求。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中，我们必须学会调整心态，放松自己。过度的紧张和较真只会让自己焦虑、疲惫，长期下去会导致身心俱疲。我们需要学会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对自己和他人保持宽容，适时放松，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不必追求过度的完美，学会放松心态，才能保持身心的健康和生活的平衡。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们才能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保持清晰的头脑、健康的身体，并能从容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第6条，不过度伤心，学会释放情绪。2016年，一位18岁的山东女孩徐宇因为被骗取了巨额学费，伤心欲绝，最终不幸去世。这一事件让人无比痛心，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伤心这种看似无形的情绪，却能对生命产生摧毁性的影响。过度的悲伤，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危险性。根据辽宁日报的报道，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过度的悲伤可能会对心脏造成伤害，并引发类似心脏病发作的症状，如胸闷、呼吸急促等，这被称为心碎综合征。这种情况表明，心脏这个一直默默为我们跳动的器官，在过度悲伤的情绪面前也会变得脆弱不堪。此外，英国的研究也证实，情绪激动、变化或心理压力过大，如失去亲人等情况，可能会导致心碎而死。
失去亲人的痛苦是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之一，那种深入骨髓的悲伤常常让人无法自拔。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过度的伤心不仅无法挽回已经失去的，还可能会让我们失去更多。因此，当伤心情绪出现时，我们应该学会适时释放这些情绪，可以通过倾诉，与朋友或家人谈谈心，把内心的痛苦和委屈说出来，而不是将它们闷在心里。因为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控制住情绪的人，其实可能是在将负面情绪压抑在体内，这样反而会对身体的器官产生压力。朋友和家人的倾听与安慰，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能够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让我们感受到被理解与关爱。除了倾诉，还可以通过一些积极的方式来发泄情绪，如运动。当我们进行健身或运动时，身体会分泌出内啡肽等神经递质，这些物质能让我们感到愉悦和放松，从而缓解伤心带来的痛苦。跑步、游泳、瑜伽等运动不仅能强健身体，还能调节情绪，帮助我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与信心。伤心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应让它主宰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学会面对伤心，学会调节情绪，从悲伤中成长，而不是被悲伤所吞噬。第7条，不压抑自己，释放内心的情感。在临床中，肺癌病人的一项调查结果发现，接近一半的病人与长期的情绪压抑、性格抑郁有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义教授曾指出，这一发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情绪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现代医学表明，癌症的高发与一些受到挫折后长期处于精神压抑、焦虑、沮丧、苦闷、恐惧等情绪紧张的人群密切相关。这些负面情绪犹如无形的利刃，悄无声息地在我们的身体中埋下疾病的种子。虽然精神因素不直接导致癌症，但它通过慢性、持续的情绪刺激，会逐渐削弱身体的免疫力，干扰自主神经和内分泌功能，最终使癌细胞突破机体免疫防线，从而形成癌症。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工作压力、生活琐事、人际关系的复杂等，都可能让我们感到疲惫和压抑。然而，这些负面情绪不能持续困扰我们，我们必须学会释放情绪，不能将它们压抑在心中。当感到压抑时，我们应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放松，聆听内心的声音。可以通过写日记、绘画、音乐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释放内心的压力。与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让自己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美好。释放情绪并不是随意发泄，而是要学会正确的处理情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接受不完美，学会释放内心的压力时，我们不仅能更好地保护身心健康，还能更加从容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活得更加轻松自在。第8条，不透支自己，懂得保养身体。2016年底，一则微博消息让许多人感到震惊。
当时刚满53岁的李连杰，看起来却像一位70岁的病态老者。这位曾经风靡一时的功夫巨星，如今面容浮肿，气色苍白，与昔日的硬汉形象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常年从事高强度的打戏工作让李连杰的脊椎遭遇了严重损伤，并且在患上甲亢后长期服用激素，这些因素导致了他的身体发福和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李连杰的现状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无论是为了事业还是生活的其他追求，都不应该透支自己的身体。现如今，像李连杰一样拼命三郎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为了追逐梦想，完成目标，常常毫不犹豫地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生活的弦总是紧绷着，然而这种过度拼搏的模式往往容易导致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长期处于紊乱状态，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懂得保养的人能够让这台机器运行更久，而那些无所顾忌地消耗自己的人，则可能让这台机器过早出现故障。例如，无限制的加班和熬夜，为了赶工作进度而忽视了身体的休息需求。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会让身体的各个器官超负荷运转，最终导致免疫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疲劳等问题，并可能引发各种健康问题。过度的娱乐同样是一种透支行为，无论是长时间熬夜玩游戏、追剧，还是参加各种聚会，这些活动看似放松，实则在消耗身体的能量，让身体无法得到充足的休息。长此以往，身体必然会付出代价。再者，无限制的用眼，尤其是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不仅会让眼睛感到疲劳，视力也会逐渐下降，干涩、红肿等问题也会随之而来，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眼部疾病。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更好地追求梦想，享受生活。在工作中，我们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避免过度劳累。适当的休息和放松不仅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反而能让我们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饮食，适度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延长身体的使用寿命，让人生更加精彩。第9条，不要太操心，学会放手。在生活中，许多中老年朋友常常操心自己的事情不多，但却对子女的生活操心不已。这种过度操心往往会带来大量的焦虑和紧张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对身体的危害不可小觑。特别是胃肠道，它是我们身体中最敏感的器官之一，能够清楚感知到我们的情绪波动。长期的焦虑和紧张情绪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很多爱操心的人会发现自己经常腹痛、腹胀、排便习惯改变等问题。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是天经地义的，但过度操心却可能适得其反。过度操心不仅会让自己身心疲惫，始终挂念着子女的生活、工作、婚姻等问题，
还会让自己处于紧张的精神状态。长期的焦虑和紧张情绪会影响睡眠质量，进而降低免疫力，让身体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另一方面，过度操心还可能无意中给子女带来压力，子女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被过度干涉，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影响亲子关系。因此，老年朋友应该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必过度操心，应该相信子女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处理自己的生活。当然，父母可以在必要时给予建议和支持，但不应该过度干预。与其过度操心，不如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参加社交活动，学习新知识，进行适度的运动等，这些都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最重要的是放手，让自己在关爱子女的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保持身心的健康。第10条，不能太孤独，保持社交连结。孤独对于年长者来说，不仅是心理上的痛苦，它还会对身体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现代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面临孤独的困境。孤独的老年人比起那些有家庭陪伴、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的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老年痴呆症以及心血管疾病。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互动对心血管功能有着积极的影响，尤其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有陪伴的人在危机时刻能及时提供帮助，这对心理上的慰藉尤为重要。不仅是夫妻间的陪伴，即使是朋友、亲人，甚至是社区的邻里关系，也能有效降低孤独带来的负面影响。只要不孤独，心脏就能得到显著的保护。孤独使得老人生活圈子狭窄，缺乏与他人交流的机会，情感无法得到释放，从而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而这些不良情绪又会进一步影响神经系统的健康，最终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害。长期的孤独还会加剧大脑功能的衰退，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因此，对老年人而言，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至关重要。积极参与社交活动是对抗孤独最有效的方式。可以加入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参加各种娱乐活动或学习课程。这些不仅能帮助保持心理健康，还能拓宽社交圈，增加与他人交流的机会。此外，老年人也可以与亲朋好友保持紧密联系，定期聚会、聊天。这些简单的交流能够带来情感上的慰藉和心理上的支持，减少孤独感。还可以参与一些志愿者活动，不仅能帮助社会，还能结交到更多的朋友，进一步扩展社交圈。对于子女来说，也应该更多关心父母的生活，给予他们足够的陪伴和关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定期回家看看，陪老人聊天、散步，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子女的陪伴和关心，不仅能减轻父母的孤独感，还能增进亲子间的感情，让老年人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保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总之，
无论是对于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应该意识到，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和情感联系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关键。孤独的生活方式会让人逐渐感到疲惫和消沉，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与人保持联系，才是保持长寿和幸福的有效途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在评论区留言一句对自己和家人美好的祝福，与我建立连结，随缘加入，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